洛萨克森是唯一一位被圣光灌注的纳斯雷兹母，一个祖辈靠吸食恐惧、玩弄阴谋为生的种族，突然出了这么一个浑身冒金光、正气凛然的异类。圣光恐惧魔王这个组合在阿古斯战役中首次登场时，实在是帅毙了。之前从未见过这种东西，他站在那里不怒自威，气势磅礴。当然，他除了站着显得厉害之外，并没做什么别的事。但那时候就在期待，等到圣光与虚空的终极对决不可避免地到来时，他能站在战场最前线，和图拉扬并肩领军冲锋。咱们具体看一下这位大哥的履历：洛萨克森根正苗红的恐惧魔王出身，震惊的燃烧军团骨干。当年他在虚空领域里猎杀虚空生物的时候，那是正儿八经的狠角色，是正常人看见了会绕道走的存在。结果转折点来了，他遇到了双界行者。双界行者把他宰了之后，逻辑突然变得非常奇妙。他觉得这恶魔骨骼惊奇，未来必成大器。于是，在完全有能力在扭曲虚空里彻底把他摁死的情况下，双界行者不仅没补刀，还顺手给他做了个心肺复苏，就把他放生了。洛萨克森也挺实诚，复活之后直接换了赛道，投靠了圣光军团。从这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和普通纳斯雷兹姆彻底分叉。在漫长的千年之战里，洛萨克森干了一件足以写进全宇宙 HR 教科书的大事。他把图拉扬和奥雷利亚招募进了圣光军团，这件事的重量需要停下来掂量一下。图拉扬是大主教，奥雷利亚是风行者，这两个人后来在艾泽拉斯的历史里各自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洛萨克森是引路人，是那个在破碎的德拉诺废土上看见这两个人，并且判断出他们值得招募的家伙。这份眼光，这份猎头经理的专业素养，简直是把伯乐两个字刻在了脑门上。后来圣光军团去拆一个军团的小型监狱世界，发现里面的恶魔不是被击败了，而是被虚空力量永久杀死了。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一股子降维打击的良意，虚空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永久清除恶魔，而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击败。也就在那次任务里，奥雷利亚遭到了虚空的袭击和感染，获得了特殊视觉。在那个世界观里，特殊视觉这4个字翻译成人话就是你从此能看见真相的背面，然后你的精神状态基本就告别正常这2个字了。当奥雷利亚风行者开始对虚空产生某种危险的，类似于我想看看火坑里到底有没有金条的执着时，洛萨克森表现得极其大方。他不仅没劝阻，反而像个耐心的老师，把自己脑子里那点关于虚空的压箱底知识，包括双界行者利用虚空之力的信息，全盘托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信任他，认为他能消化这些信息，觉得他能把握住这件事的边界。这是一种非常真诚的判断失误，真诚到让人没办法指责他。换任何一个人在那个位置，面对自己招募进来共同作战多年的战友提出这种请求，大概都会做出类似的决定。军团在临期间，洛萨克森在尼斯卡拉被俘后，由大领主解救，随即通报军团将袭击虚空之光神殿的情报，并前去搬援。巴纳扎尔来袭时，他带着圣光军团的增援及时赶到，与白银之手骑士团合力将其击败。之后又赴圣光之院礼拜堂继续支援。阿古斯战役期间，他乘维迪卡尔飞船前往阿古斯，在克罗库恩与图拉扬会合。但在军团再临之后，圣光军团的德莱尼战友们加入了联盟。洛萨克森似乎离开了维迪卡尔，可能在某个地方继续和幸存的恶魔作战。可能也许似乎这几个词连在一起，说明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去哪儿了。一个刚打完跨星球战役的高阶指挥官，在胜利之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剧情的边角料里，连一个明确的下落交代都没有。这种处理方式在叙事上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冷藏，意思就是这哥们儿现在没戏份了，但又不能随便写死，干脆扔进叙事的冰箱里冻着，等到编剧哪天拍脑门想起还有一个圣光恐惧魔王可以用，再把他从零下18度里拎出来解冻。果然，这一等就等到了至暗之夜。曾经的圣光楷模金牌猎头在冰箱里待了几年，一出门就发现自己被贴上了副本首领的标签。至暗之夜，他被召唤来保卫太阳之井，抵御萨拉塔斯的吞噬军团。他带着圣光先锋军冲进虚影风暴建立据点，结果发现奥雷利亚跟戴西莫斯妥协了，动用了体内暗影之力。这位奥雷利亚女士当年可是他亲手招募进圣光军团的，如今却反过来用虚空搞政治交易。这种失望感特别像你亲手带出来的徒弟，你把所有本事倾囊相授，结果人家转头就去给竞争对手打工，还把你最忌讳的业务拿出来做交易。洛萨克森那一刻的心情，估计比他当年被双界行者宰了的时候还要复杂。洛萨克森的处理方式也特别有意思，他不吵不闹，不搞职场沟通，不发朋友圈吐槽，而是选择了一个最硬核的方式，直接一个人冲进节点希纳斯，打算把银月城炸了。这个逻辑链条清奇得让人叹为观止，因为我对奥雷利亚失望了，所以我要把这座千年古城连锅端掉来终结风暴。一个在虚空领域里猎杀过怪物，坐着飞船打过跨星球大战的高阶指挥官，最后的职业规划居然是当一名炸城的孤胆恐怖分子。当年双界行者遇见的那个不凡命运，合着不是拯救苍生，也不是自立为王，而是去当一个恐怖分子。
这种命运确实不凡，一般人确实预见不了。一个存活了无数纪元、见惯了燃烧军团毁灭世界的狠角色，最后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独自冲进一座摇摇欲坠的设施，被一队路过的玩家当成经验包给刷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英雄迟暮，而是一种专门设计出来让人扼腕的结构性浪费。他的这份履历摊开来，怎么着也得死在某场决定艾泽拉斯命运的史诗战役里，死得惊天动地，死得让玩家记着。结果呢，他带着千年信念和满身圣光，自暴尸地退休了。这种处理方式如果发生在一个三线龙套身上，我们可以说是人物弧线的悲剧，但发生在洛萨克森这种极具符号意义的角色身上，只能说明编剧实在不知道该拿这块冷冻了太久的圣光恐惧魔王怎么办了。洛萨克森那横跨千年的史诗级叙事，就这样在一次草率的爆破任务中彻底交代了这位老兵值得一个更加荣耀的落幕，但他没有得到应得的归宿。